已经3000年了。他牵了99999根红线，唯独他自己的手腕，那根红线早已经断了。奈何桥冷雾漫漫，他熬了3万锅孟婆汤，所有人都忘了，只有他一滴都忘不掉。锅底沉着就容颜。我满头白发站在天边，一转身就是3000年。我满头白发站在黄泉，那句话至今还没说完。凌霄宝殿，云雾缭绕，仙乐飘飘。柴道皇坐在殿角的案几前，低头奋笔疾书，阳光透过云层洒在他身上，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边。东海灵族迎来新脉，灵寺出现于世，异域灵境，天地异动，灵者步入凡尘历练。柴技师官，你又在忙啊？各位仙君好。就在这时，殿外传来一阵淡淡的花香，所有仙官都停下了脚步，看向殿门。一个青衣女子提着花篮缓缓走了进来，她就是忘忧花仙子孟娇。发间的忘忧花轻轻晃动，走过的地方，地面上开出了一朵朵白色的小花。柴道皇手中的狼毫笔突然停住了，他看着孟娇，今年的忘忧花已经盛开，特来进贡。天帝点了点头，辛苦你了，孟娇仙子。孟娇抬起头，目光不经意间扫过殿角，四目相对的刹那，两人同时浑身一震。柴道皇的脸颊瞬间红了，他慌乱地低下头继续写字，却不小心把墨汁洒在了3阶记事簿上。有些偶然的相遇，是命中早就注定；有些故事，从落笔那一刻起，就已经写好了结局。柴道皇坐在姻缘殿外的桃花树下，看着被墨汁弄脏的3阶记事簿，懊恼地挠了挠头。怎么会这么不小心？突然，一阵熟悉的花香传来，柴道皇猛地抬头，只见孟娇站在不远处。柴记事官，你好。孟娇仙子，你好。刚才在凌霄殿看到你把墨汁洒了，我还以为你生气了呢。完全没有这回事，是我自己不小心走神了。这个送给你，这是忘忧花，能让人忘记烦恼。柴道皇接过忘忧花，指尖不小心碰到了孟娇的手，两人同时缩回手，脸上泛起红晕。谢谢孟娇仙子。不用谢，以后要是有什么烦恼，就闻闻这朵花，所有的不开心都会消失的。可是见到你之后，我好像有了新的烦恼。孟娇一愣，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脸颊更红了。风吹过，桃花花瓣纷纷落下，落在两人的头发上、肩膀上，空气中弥漫着桃花和忘忧花的清香。元华仙君站在云端，看着下方的两人，笑着摇了摇头。这两个小家伙，看来要有故事了。柴道皇坐在案前，铺开一张宣纸，提起狼毫笔，他想写点什么，却又放下了笔。自从那天和孟娇分开后，柴道皇满脑子都是他的样子，他写不进去任何字，满纸写的都是孟娇2个字，写了又擦，擦了又写。最后他深吸一口气，提笔写下了一首诗：忘忧花开满庭芳，一见倾心误终生。愿得一心人相伴，不负如来不负卿。写完，他把诗折成一只纸鹤，轻轻吹了一口气，纸鹤扑扇着翅膀飞向了忘忧花园。忘忧花园里，孟娇正在给花浇水，一只纸鹤落在了她的面前。孟娇捡起纸鹤，打开一看，脸颊瞬间红了，她捂着嘴，忍不住笑了起来。然后她也提笔写了一首诗，折成纸鹤，送给了柴道皇。就这样，两人用笔墨传情，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柴道皇会给孟娇讲3界各地的奇闻趣事，孟娇会给柴道皇讲各种花草的故事。他们的感情在一笔一画之间越来越深。云华仙君看着两人每天飞来飞去的纸鹤，笑着说：看来我们天界最木讷的记事官终于开窍。一只纸鹤飞过凌霄宝殿的上空，被天帝看到了。天帝皱了皱眉头，
眼神变得凝重。天界的月亮又大又圆，洒下皎洁的月光。柴道皇站在鹊桥边，手里拿着一个花灯，等着孟郊。一阵清风拂过，孟郊出现在他身边。道皇，我来了。送给你的兔子花灯。好漂亮啊！谢谢你。两人提着花灯走在鹊桥之上，桥下是银河，星光璀璨，美不胜收。道皇，你说人间的月亮和天界的一样吗？应该不一样吧。人间的月亮有悲欢离合，天界的月亮永远都是圆的。那我想去人间看看，我想看看人间的月亮是什么样子的。好啊，等我忙完这几天，我就带你去人间。孟郊开心的点了点头，两人停下脚步，并肩站在鹊桥边，看着天上的星星。孟郊，我喜欢你。孟郊浑身一颤，抬起头看着柴道皇，月光洒在他的脸上，美得不可方物。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技师官，品阶低微，给不了你什么。但是我发誓，我会用我的一生去爱你，去守护你。道皇，我也喜欢你。孟郊，嫁给我吧。不远处的阴影里，一个天将将这一幕尽收眼底，转身走向了凌霄宝殿。凌霄宝殿气氛凝重，天帝坐在龙椅上，脸色铁青。柴道皇，你可知罪？柴道皇跪在地上，挺直脊背。弟子不知。你与忘忧花仙子孟郊私动情愫，触犯天规第3条，天规第1条，还敢说不知罪？还敢说不知罪？天帝一挥袖，一面水镜出现在大殿中央，映出了昨晚两人在鹊桥相拥的画面。天规规定，神仙不得私相授受，动凡心者，必受重罚。弟子知道。柴道皇抬起头，眼神坚定。但是爱一个人没有错。放肆！天规就是天规，没有任何例外。我命令你，立刻与孟郊断绝所有来往，否则我将废除他的仙籍，打入凡间，永世不得超生。不要，不要伤害他！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要罚就罚我。好，这可是你说的。从今日起，罚你在思过崖面壁100年，不得踏出半步。两个天兵上前，压着柴道皇离开了凌霄宝殿。与此同时，忘忧花园，孟郊正在等着柴道皇，手里还拿着给他做的桂花糕。云华仙君匆匆跑来。孟郊，不好了！柴道皇被天帝罚去思过崖面壁100年了。孟郊手中的桂花糕掉在了地上，孟郊的眼泪滴落在桂花糕上。他们以为爱情可以战胜一切，却不知道在天规面前，他们的爱情如此脆弱。思过崖，云雾缭绕，寒风刺骨，崖边只有一间小小的石屋。柴道皇坐在石屋里，看着窗外。他已经在这里待了1个月了，每天他都会拿出那朵孟郊送给他的忘忧花，看很久很久。花已经枯萎了，但他还是舍不得扔掉。这天，一阵熟悉的花香传来，柴道皇猛地抬头，只见孟郊站在石屋门口，身上落满了雪花。孟郊，你怎么来了？柴道皇又惊又喜，连忙跑过去。我想你了，就来了。思过崖的守卫都被云华师兄引开了。这里这么冷，你怎么不多穿点衣服？没事，见到你我就不冷了。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布包，打开一看，
里面是还热着的桂花糕。这是我给你做的，你尝尝。柴道皇拿起一块桂花糕放进嘴里，甜甜的，带着桂花的清香，还有梦椒的味道。好吃，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桂花糕。道皇，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傻瓜，说什么呢？能和你相爱，我一点都不后悔。就算是面壁百年、千年、万年，我也不后悔。天帝站在云端，看着石屋里的两人。痴儿，你们终究还是不懂。撕过牙，月光皎洁。柴道皇和孟郊坐在石屋门口，看着天上的星星。道皇，我们私奔吧。私奔？去哪里？去人间，去一个没有天规、没有神仙，只有我们2个人的地方。好，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就算是放弃仙籍，就算是变成凡人，我也愿意。两人收拾好东西，在云华仙君的帮助下，偷偷离开了天界。他们来到了人间的江南小镇，这里小桥流水，白墙黛瓦，风景如画。两人化作一对普通的夫妻，租了一间小院子。柴道皇在镇上开了一家私塾，教孩子们读书写字。孟郊在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每天采花去镇上卖。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却无比幸福。每天早上，柴道皇去私塾教书，孟郊会送他到门口。每天晚上，柴道皇回来，孟郊已经做好了热腾腾的饭菜。镇上的人都很喜欢这对温柔善良的夫妻。柴道皇常常看着孟郊忙碌的背影，笑着说：“要是能一直这样下去，该多好啊！”天空中一片乌云缓缓飘来，遮住了太阳。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小院子里，柴道皇和孟郊正在给花浇水，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美好。突然，一阵黑雾升起，云华仙君出现在他们面前，他脸色苍白，嘴角带着血迹。华师兄，你怎么了？道皇，孟郊，你们快走！天帝已经发现你们在这里了，他派了10万天兵，正在赶来的路上。什么？他怎么会这么快就发现了？是我暴露了。天帝查到是我帮你们逃走的，他已经废了我一半的仙力。师兄，对不起，都是我们害了你。傻丫头，说什么呢？能帮到你们，我很高兴。你们赶紧走，往南走，那里有一片迷雾森林，天兵找不到你们。那你呢？我留下来拖住他们，记住，一定要好好活下去。说完，云华仙君举起柴道皇，化作一道金光，冲向了天兵来的方向。远处传来了激烈的打斗声。我们走！他用自己的仙途换来了他们片刻的自由。迷雾森林，雾气弥漫，伸手不见五指。柴道皇拉着孟郊的手，小心翼翼地往前走。道皇，云华师兄他不会有事的。天帝只是生气，不会杀了他的。其实他心里知道，违抗天帝的命令，帮助他们私奔，云华仙君肯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两人在迷雾森林里走了3天3夜，森林里没有阳光，没有声音，只有无尽的雾气。孟郊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他是花仙子，没有阳光，他的仙力会慢慢消散。道皇，我走不动了。柴道皇背起孟郊，继续往前走。别怕，有我在，我一定会带你走出去的。他的脚步越来越沉重，但他却没有停下。他知道，只要停下，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终于，在第4天的早上，他们走出了迷雾森林，眼前是一条黑色的大河，河水缓缓流淌，散发着淡淡的寒气。这里是忘川河。他在3界记事簿上看到过，忘川河是3界的边缘，连接着人间和地府。忘川河的河水倒映出两人疲惫的身影。他们逃到了3界的尽头，却没想到这里才是他们命运的终点。忘川河边，柴道皇和孟郊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着。
道皇，我们安全了吗？安全了。天地的力量到不了忘川河。就在这时，天空暗了下来，无数的天兵天将出现在忘川河上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天帝从云层中走出，眼神冰冷。柴道皇、孟郊，你们逃不掉了。柴道皇将孟郊护在身后。天帝，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求你放过孟郊。放过他？云华为了你们，被我贬下凡间，永世不得成仙。你们觉得我会放过你们吗？柴道皇和孟郊同时浑身一震。云华师兄他被贬下凡了。这就是违抗天留下的下场。柴道后，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离开孟郊，回到天界，我可以既往不咎。我不回去，我不会离开孟郊的。好，好得很。既然你们这么相爱，那我就成全你们。我不会杀你们，但我要让你们永远活在思念之中。这两道光芒将会改变他们一生的命运。金色的天雷朝着柴道皇和孟郊劈来，两人闭上眼睛，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就在这时，阎罗王突然出现，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天雷。师兄！阎罗王吐出一口黑气，倒在地上。阎罗王，你竟敢背叛我！天帝，求你放过他们吧。他们只是想相爱而已，没有错。错了，他们大错特错。法则化身相爱，会导致三界崩塌。我不能因为他们两个人毁了整个三界。既然你们这么相爱，那我就成全你们。我不会杀你们，但我要让你们永远活在痛苦之中。柴道皇，我罚你脚不能触碰地面，不然你脚下永远生出黑色荆棘，每走一步都如同踩在刀尖上，步履蹒跚。柴道皇疼得浑身发抖，冷汗直流，但他却死死地咬着牙，没有发出一声呻吟。天帝又抬手一指孟郊，孟郊，我罚你剥夺所有美貌，瞬间变成满脸皱纹、白发苍苍的老妇人。我要让你最爱的人看到你最丑陋的样子。一道黑色的光芒笼罩了孟郊，孟郊的头发瞬间变白，脸上布满了皱纹，原本绝美的容颜变得苍老不堪。柴道皇看着孟郊的样子，瞳孔骤缩，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呐喊。柴道皇不顾颈下的剧痛，冲到孟郊身边，抱住了他。孟郊，孟郊，你怎么样？孟郊抬起头，用苍老的手摸着柴道皇的脸，泪流满面。道皇，我现在是不是很丑？不丑，一点都不丑。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最美的。你骗人！我自己都能感觉到，我变成了一个老太婆。柴道皇看着孟郊痛苦的样子，心如刀绞。他猛地站起身，环顾四周。不远处有一块光滑的石头，像一面镜子一样映出了孟郊的样子。柴道皇冲过去，一拳打碎了那道石头，然后他化作一道白光，冲向三界。他打碎了天界所有的痕迹，打碎了人间所有的手臂，打碎了地府所有的人力。他踏遍了三界的每一个角落，打碎了所有能照出影子的东西。仙气从他的脚下不断流出，染白了他走过的每一寸土地。当他回到忘川河边的时候，已经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他跪在孟郊面前，握着他的手，一字一句地说：“我对天发誓，从今以后，三界之内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你看到自己的样子。我不会让你再难过，不会让你再自卑，我会永远陪着你，永远爱你。”孟郊看着柴道皇，哭得撕心裂肺。忘川河的河水清澈如镜，静静地流淌着。柴道皇打碎了三界所有的镜子，却唯独忘了忘川河本身就是一面最大的镜子。第二天早上，柴道皇还在睡觉。孟郊轻轻起床，走到忘川河边，他想洗把脸，
清醒一下。他蹲在河边，将手伸进了河水里。就在这时，他看到了水中自己的倒影，一个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妇人，正呆呆地看着他。孟郊浑身一震，如遭雷击。他不敢相信，水中那个丑陋的老妇人竟然是自己。她曾经是3界最美的女子，是无数神仙倾慕的对象。可现在，她变成了这副模样，她怎么配得上那个温润如玉、俊朗非凡的柴道皇？他应该有一个美丽的妻子，陪他看遍3界的风景，而不是一个又老又丑的老太婆。他的眼泪掉进了忘川河里，泛起了一圈圈涟漪。道皇，对不起，我不能再陪着你了，我不能让你因为我受荆棘之痛，我不能让你因为我被3界的人嘲笑，我不能让你每天对着一个丑陋的老太婆。孟郊擦干眼泪，眼神变得坚定，眼中充满了不舍。然后他摘下手腕上的红绳手链，放在了河边的石头上，转身消失在了忘川的迷雾之中。柴道皇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身边空无一人。孟郊，孟郊，你在哪里？柴道皇冲出小木屋，四处寻找孟郊。孟郊，孟郊，你出来啊！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忘川河边回荡，却没有任何回应。他看到了河边石头上的红绳手链，柴道皇捡起手链，手不停地颤抖。不会的，他不会离开我的。他疯了一样在忘川河边奔跑，脚下的荆棘不断地刺入他脚，白色仙气染白了河岸。孟郊，你出来啊！我知道你在这里，你说过要和我一辈子在一起的，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我不在乎你的样子，我一点都不在乎，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就算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爱你。他跑了1天1夜，喊了1天1夜，嗓子都喊哑了，却始终没有看到孟郊的身影。最后，他体力不支，倒在了地上，仙气从他的脚下不断流出，渗入了忘川河边的土地里。孟郊，你回来好不好？求求你，回来！柴道皇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晕了过去。柴道皇的仙气渗入的地方，慢慢长出了一株红色的嫩芽。他的仙气孕育出了3界最悲伤的花。3天后，柴道皇醒了过来，他躺在地上，身边开满了红色的花朵。这些花没有叶子，只有花茎和花朵，开得妖艳而悲伤。柴道皇看着这些花，眼神空洞。这是什么花？他伸出手，轻轻抚摸着花瓣，花瓣上似乎还残留着孟郊的气息。是你吗，孟郊？是你变成了这些花在陪着我吗？柴道皇抱着这些花，失声痛哭。他给这些花取名叫彼岸花，因为它们开在彼岸，永远无法到达。就像他和孟郊的爱情，明明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柴道皇在忘川河边又等了3个月，他每天都坐在河边，看着忘川的流水，等着孟郊回来。可是孟郊再也没有出现过，他的头发也因为过度思念变得花白。这天，天帝再次来到忘川河边。柴道皇，跟我回天庭吧。孟郊已经不在了，你在这里等一辈子也等不到他。不，他还在，他一定会回来的。天帝看着柴道环，叹了口气，说出了一个让他彻底崩溃的消息。孟郊已经自愿喝下了忘川水，忘记了所有的事情。你说什么？柴道皇猛地抬起头，眼神凶狠地看着天帝。他自愿留在了忘川河，成为了孟婆。他负责熬制孟婆汤，让每一个转世的灵魂都忘记前世的爱恨情仇，也包括忘记你。不，我不相信，他那么爱我，怎么可能会忘记我？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觉得忘记你对你们2个都好。原来他所有的等待，所有的思念，都只是一场笑话。他已经忘记了他，忘记了他们的相遇，忘记了他们的相爱，忘记了他们在海边拜过的天地。好一个忘记！既然你想忘记，那我就成全你。柴道皇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他的眼神变得无比平静，没有任何波澜。请天帝答应弟子一个请求。
你说，请求你恢复孟郊的容颜。天帝，我跟你回天庭，我愿意成为月老，掌管人间的姻缘。我要让天下所有的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不要再像我们一样爱而不得。痴儿，罢了。柴道皇转身离开忘川河的时候，一滴眼泪从他的眼角滑落，掉进了彼岸花丛中。从此，三界只有月老仙君。奈何桥，桥头有一个小小的亭子，亭子上挂着一块牌匾，写着孟婆亭。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坐在亭子里面，熬着一锅汤，她就是孟婆。一个灵魂战战兢兢地走到孟婆面前，孟婆大人，求您给我一碗汤。孟婆面无表情地舀了一碗汤，递给那个灵魂，喝了它，忘记前世的一切，安心去转世。那个灵魂接过汤，一饮而尽，瞬间他眼中的所有情绪都消失了，变得一片空白。然后他转身走上奈何桥，走向了轮回道。孟婆看着他的背影，眼神空洞，不知道自己为什会在这里，也不知道自己以前是谁，只知道他的任务就是熬制孟婆汤，让灵魂们忘记前世。他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事情，熬汤，送灵魂转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的心里总是空落落的，好像是少了什么东西。他有时候会看着手腕上那道淡淡的红痕发呆很久，他不知道这道红痕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一直存在，只是每次看到它，他的心就会隐隐作痛。熬汤的时候，一滴眼泪掉进了锅里，他自己都没有发现。奇迹发生了，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如同被春风拂过的冰雪，迅速消融，干枯的皮肤变得细腻光滑，暗淡的嘴唇恢复了红润的色泽。不过短短数息之间，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竟然变成了一个容颜绝世的年轻女子，眉如远山，目若秋水，肌肤胜雪，美得惊心动魄。唯独只有她的发还是白的，也许是对她刻在骨子里的思念吧。她依旧保持着搅动汤勺的姿势，浑然不觉自己身上发生的惊天变化，只有手腕上那道淡淡的红痕，在她恢复如初的肌肤上显得更加清晰，更加刺眼。铜锅里的汤还在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而她那双刚刚流下眼泪的眼睛依旧空洞地望着前方，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姻缘殿，柴道皇坐在窗前，手里拿着一根红绳。他现在是月老星君，掌管着人间所有的姻缘。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翻开姻缘簿，找到命定的两个人，然后用红绳把他们的脚踝系在一起。他牵过无数的红线，见证过无数的爱情，有青梅竹马，有一见钟情，有患难与共，有生死相随。每牵一条红线，他的心就会痛一下。他总是会想起曾经有一根红线系在了孟郊的手腕上，那是他这辈子牵过的最特别的一条红线，也是唯一一条断了的红线。有时候他会站在云端，看着人间的情侣们相拥而泣，看着他们步入婚姻的殿堂，他会想，如果没有天规，如果没有惩罚，我和他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幸福？可是没有如果，他是掌管着天下人的姻缘，却唯独管不了自己的。他能让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却唯独不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柴道皇手中的红绳突然自己动了一下，指向了地府的方向。孟郊，是你吗？柴道皇手中那根指向地府的红绳正在疯狂地颤抖，发出刺目的红光。3000年了，这根断了的红线第一次有了反应。柴道皇猛地站起身，脚下瞬间长出密密麻麻的荆棘，鲜血顺着他的脚踝流了一地。他却浑然不觉，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根红绳。孟郊，是你吗？他冲出姻缘殿，不顾一切地朝着地府的方向飞去。就在他即将踏出南天门的那一刻，一道金色的屏障突然出现，将他狠狠弹了回来。柴道皇摔在地上，吐出一口鲜血。柴道皇，忘了3000年的誓言了吗？我没忘。那你就该记得，当年你自愿成为月老，我答应你不伤害孟郊，但作为交换，你永远不得踏入地府半步。若你敢违誓，他便会立刻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这就是花3000年不敢去地府的真正原因，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他每多靠近地府一步，他的生命就多一分危险。
为什么？为什么连让我看他一眼都不行？那根红绳突然挣脱了柴道皇的手，化作一道红光，朝着地府飞去。柴道皇伸出手，却什么也抓不住。那根从姻缘殿飞来的红绳，穿过层层云雾，落在了孟婆的脚边。孟婆弯腰捡起红绳，愣住了。这根红绳和她手腕上那道淡淡的红痕一模一样。她握着红绳，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熟悉感，好像这根红绳本来就应该属于她。婆婆，你在看什么呀？看到一个穿着红衣的小女孩正歪着脑袋看着她。这个小女孩是3天前从一朵最大的彼岸花里生出来的，孟婆给她取名叫阿香。没什么。婆婆，你今天好漂亮啊！孟婆愣了一下，摸了摸自己的脸。漂亮吗？是阿香见过的最漂亮的人。孟婆笑了笑，没有放在心上。她不知道3000年了，地府所有的鬼魂和阴差都第一次看到了孟婆的真面目，整个地府都在悄悄议论着这个突然出现的白发美人。一个阴差偷偷画下了孟婆的画像，托人送到了天界，画像辗转流传，最后落到了柴道皇的手里。柴道皇看着手中的画像，浑身一震。画中的女子青衣白发，容颜绝世，眉眼之间和他记忆中的孟郊一模一样。这是谁？回月老星君，这是地府新来的孟婆。听说她3天前突然变了样子，整个地府都轰动了。新来的孟婆？那原来的孟婆呢？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原来的孟婆去了哪里。柴道皇的心沉到了谷底。难道主事女儿已经不在了？这个想法让他几乎崩溃，他拿着画像疯了一样冲向凌霄宝殿。天帝，你告诉我，孟郊在哪里？他还在。那画中的人是谁？画中的人就是他。是他。是。3000年的思念化作了一滴眼泪，那滴眼泪破解了我当年对他容貌的诅咒。而且他又变回了当年那个最美的样子。柴道皇看着画像，突然发现画中女子的手腕上有一道淡淡的红痕，和孟郊当年手腕上的红痕分毫不差。从那天起，柴道皇每天都会站在天界的边缘，望着地府的方向。他手里拿着那幅画像，一看就是一整天。他能看到奈何桥的轮廓，能看到忘川河的流水，却看不到那个他思念了3000年的人。因为天地的屏障，他连他的影子都看不到。有时候，他会对着地府的方向轻声说话。还好吗，孟郊？我好想你。孟郊，你还记得我吗？风吹过，带着忘川河的寒气，却带不走他的思念。孟婆每天都会不自觉地抬头望向天界的方向。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只知道那个方向有一个人在等着她。你在看什么呀？没什么。然后她会拿出那根红绳，静静的嘈杂的鬼魂和阴风都看很久。她总觉得这根红绳的另一端现着一个很重要的人。月圆之夜，柴道皇对着月亮吹起了一支玉笛，笛声穿过天地，传到了地府。孟婆听到笛声，手里的汤勺猛地一顿。悠扬的笛声在寂静的地府回荡，所有的鬼魂都停下了脚步，静静地听着。笛声里充满了无尽的思念和悲伤。孟婆站在奈何桥边，听着笛声，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她只知道这支笛声让她的心好痛好痛，好像很久以前也有人这样为她吹过笛。婆婆，你怎么哭了？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这支笛声好熟悉。笛声吹了整整一夜，孟婆也站了一夜，哭了一夜。天界，柴道皇放下玉笛，嘴唇已经被鲜血染红。他吹了一夜，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他希望他能听到，他希望他能想起他，但是他不敢再靠近一步，他怕他的靠近会害死他。云华仙君站在他身后，叹了口气：道皇，这样下去你会撑不住的。只要能让他听到我的声音，
算死，我也愿意。第二天，孟婆在忘川河边捡到了一片从天上飘下来的桃花瓣，花瓣上还留着淡淡的仙气。3000年了，地府从来没有开过桃花。这片桃花瓣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那个人送来的？从那天起，每天都会有一片桃花瓣从天上飘下来，有时候是清晨，有时候是傍晚。每一片桃花瓣都带着淡淡的仙气，和那个笛声里一样的气息。孟婆把这些桃花瓣都收集起来，放在一个小盒子里。她每天都会打开盒子，看着这些桃花瓣，心里充满了期待。她开始相信那个方向真的有一个人在等着她。天界姻缘殿，柴道皇每天都会摘下一片桃花瓣，对着她说一句话，然后让她飘向地府。孟郊，今天天气很好。孟郊，我又牵了一对情缘人。孟郊，我好想你。 3000年了，他终于找到了一种可以和他说话的方式。虽然他听不到，虽然他不知道是他，但只要能把自己的思念传递给他，他就满足了。这天飘下来的不是桃花瓣，而是一张小小的纸条，上面只有3个字：我等你。孟婆看着纸条上的3个字，心脏剧烈的跳动起来。我等你，是谁在等她？等了她多久？她拿着纸条跑去找判官。我是孟婆，判官大人，你知道这是谁写的吗？判官看了看纸条，脸色一变，他认出了这字迹是柴道皇的字迹，但是他不能说，天地有令，任何人都不得向孟婆提起柴道皇的名字。我不知道。 可能是哪个路过的神仙随手写的吧。孟婆失望地低下了头，她知道判官在骗她。如果只是随手写的，为什么会偏偏飘到她的手里？为什么上面的字迹会让她觉得如此熟悉？从那天起，孟婆开始变得魂不守舍。她每天都在等着下一张纸条，但是再也没有纸条飘下来了。因为柴道皇写那张纸条的时候被天帝发现了，天帝罚他在姻缘殿面壁100年，不得踏出半步。柴道皇，你太放肆了！ 如果你再敢和他联系，我立刻就让他魂飞魄散。柴道皇跪在地上，一言不发。他知道天帝说到做到。孟婆等了7天7夜，再也没有等到任何东西。他拿着那张纸条，坐在忘川河边，哭了整整1夜。100年过去了，柴道皇终于结束了面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天界的边缘，望向地府的方向。他看到奈何桥边那个白发的身影依旧站在那里，他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子。 正在一片一片地数着桃花瓣，柴道皇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他还在等，他还在等着那个给他送桃花瓣的人。柴道皇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他不能去见他，不能告诉他真相，但是他可以让别人替他去。他想到了阿香，那个从彼岸花里生出来的小丫头。柴道皇掐指一算。 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原来，阿香是当年他和孟郊在忘川河边留下的第一滴共同的眼泪孕育而生的。他天生就带着连接他们2个人的使命。柴道皇拿出一支玉簪，这是当年他准备送给孟郊的定情信物。他把玉簪交给了一只仙鹤，让他带给阿香，并且让仙鹤转告阿香一句话：阿香，这只簪子，你替我交给他，并且让涂三转告阿香一句话。 把这个交给你婆婆，告诉她，拿着它去天界的姻缘殿。仙鹤带着玉簪朝着地府飞去，柴道皇站在天界，紧张地看着。阿香正在忘川河边玩耍，一只仙鹤落在了他的面前。仙鹤嘴里叼着一只玉簪，还有一张小小的纸条。阿香接过玉簪和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把这个交给你婆婆，让她拿着它去天界的姻缘殿，有人在那里等她。”阿香拿着玉簪跑回了孟婆亭。婆婆，你看，孟婆接过玉簪，浑身一震。这只玉簪，她好像在哪里见过。她努力地回忆着，脑海里闪过一个模糊的画面：一个白衣男子拿着这只玉簪，笑着对她说：“等我们成亲的时候，我就把它戴在你的头上。”孟婆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姻缘殿，有人在姻缘殿等我。
他终于知道了，那个给他送桃花瓣的人，那个为他吹笛的人，那个写我等你的人，就在天界的姻缘殿。他要去找他，他要知道他是谁，他要知道他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孟婆站起身，朝着天界的方向走去，判官拦住了他。孟婆大人，你不能去天界。让开！孟婆身上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忘忧法则的力量席卷了整个地府，所有的阴差都被震退了几步。孟婆带着阿香一步步踏上了通往天界的阶梯。这是3000年以来第一个敢擅自闯天界的地府官员。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天界，所有的神仙都出来了，站在南天门，看着那个一步步走上来的白发女子。柴道皇也来了，他站在南天门的后面，看着那个日思夜想的身影，浑身颤抖。3000年了，他终于要再次见到他了，但是他的心里却充满了恐惧。他怕天帝会伤害他，他怕他们的重逢会变成永别。天帝站在凌霄宝殿的顶端，看着孟婆，眼神复杂。拦住他4大天王立刻上前，拦住了孟婆的去路。孟婆，速速退回地府，否则休怪我们不客气。孟婆没有说话，只是举起了手中的玉簪，玉簪发出了耀眼的光芒，4大天王瞬间被震飞了出去。孟婆继续往前走，没有人能拦住他，但眼底的执念却越发滚烫，因为他的心里有一个信念，他要见到那个等了他3000年的人。孟婆终于走到了南天门，柴道皇站在门后看着他，眼泪不停地流。孟婆推开南天门的大门，她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站在人群中的白发男子。四目相对的刹那，时间仿佛静止了。柴道皇看着他，他也看着柴道皇。3000年的思念，3000年的等待，在这一刻全部涌上了心头。孟婆的脑海里，无数的画面如同潮水般涌来。凌霄宝殿的初见，桃花树下的忘忧花，鹊桥边的兔子花灯，江南小镇的小院子，忘川河边的岁静之事，还有那句我柴道皇此生非孟郊不娶。所有的记忆都回来了。柴道皇，孟婆颤抖着声音喊出了那个在她心里藏了3000年的名字。柴道皇再也忍不住，冲过去紧紧地抱住了她。终究化不开。他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她的名字，仿佛要把这3000年的思念都喊出来。孟郊也紧紧地抱着她，哭得撕心裂肺。我想起来了，我全部都想起来了。周围的神仙们看着相拥的两人，都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就连天帝也转过头擦了擦眼角的湿润。天帝缓缓走下凌霄宝殿，看着相拥的两人。你们可知罪？我们知罪，但我们不后悔。 3000年了，你们知道我当年为什么要惩罚你们吗？因为我们触犯了天规。不，因为你们两个是三界诞生之初就存在的法则化身。你是因缘法则，他是忘忧法则。法则化身相爱会导致法则融合，最终你们两个都会变成普通人，失去所有的力量。而一旦你们失去力量，三界的因缘和轮回就会彻底混乱。 整个三界都会随之崩塌。我惩罚你们，让你们分开，让他忘记你，其实是在保护你们，也是在保护三界。但是现在，我知道我错了。这3000年，你们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爱比法则更强大。你们一个牵起了世间所有的因缘，一个送走了世间所有的别离。你们让三界变得更加美好。 我现在正式解除对你们的所有惩罚。九重天和地府之间出现了一道彩虹桥，彩虹桥的一端连着姻缘殿，另一端连着奈何桥。柴道皇脚下的荆棘消失了，他终于可以脚踏实地的走路了。孟郊的白发也变回了乌黑，他又变回了那个完整的忘忧花仙子。从今日起。 这条彩虹桥就是你们的专属通道，你们可以随时去见对方，但是你们还要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柴道皇继续做月老，掌管人间姻缘；孟郊继续做孟婆，掌管轮回转世。
我们愿意。从此，天上有月老，地下有孟婆。他们一个牵起世间所有的相遇，一个送走世间所有的别离。你看，今年的花开得比往年都好，天下的有情人都在他们的祝福下终成眷属，而他们的爱情也成为了三界最动的传说。3000年的等待，3000年的思念，他们用爱证明了没有什么能阻挡真心相爱的人，哪怕是天规，哪怕是生死，哪怕是3000年的时光。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愿所有的等待都能换来重逢，愿所有的爱都能被温柔以待。